欢迎来到手动对焦。我们与恶的距离第2季开播了，我现在看了前面的2集，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关于与恶没有删除所有孟耿如画面的想法了。我100%能理解为什么会有批评的声音，而且我也100%尊重，这不是预防针啊。大家因为孟耿如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的发言跟行径，很像在帮加害人粉饰太平，所以选择抵制这位艺人，并抵制给予这位艺人舞台的团队，我是完全理解而且完全尊重的。即使戏早就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拍完了嘛，但天地良心这种事情没有再分先来后到的，对不对？一定是溯及既往到底嘛。那既然发生了，为什么团队不补救？为什么不全部删除？是不是别有居心？是不是在帮孟耿如护航，或者是帮他付出铺路？大概是这一类的说法嘛，我应该没有误会什么。就像我说的，我完全理解，完全尊重。很多人也许本来就是不会去看娱乐的观众，对吧？但号召大家用行动选择自己想要的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件事情很好理解，而且没有任何争议，就跟支持死刑一样，在社会取得高度共识。我今天只想谈一点，就是为什么团队不全部删除孟耿如的画面，而是部分保留，是真的别有居心吗？简单来说，我看完前面2集的感觉，全部删掉，片子就剪不出来了。在电影里面1-2个小时的剧情线，你要完全删掉一位主要角色，有点挑战，但我相信不是不行，手段很多，你大改剧情、缩短时间都有机会。真的不行，换一位演员补拍一些重要情节，可以试试看。但在一个每集50分钟、共10集的影集里面，你要完全删掉一位主要角色，那我只能用支离破碎来形容了。看与恶的前2集，以孟耿如角色的重要程度，在不影响故事脉络的前提下，完全删掉，我认为是根本做不到。就算做到了，整部剧也会变得非常难看，不止剧难看，可能每一集也都会非常难看。无论内容，与恶毫无疑问就是一部商业影集，没有商业团队会想要跟民意对干，除非退无可退。所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是大非，没有什么阴谋论，纯粹就是全删会变很难看，难看就没有票房，重拍又没钱，不管选哪个，结果都跟被全民抵制没有两样。那是你的话，删还不删？那当然了，对道德完人来说，这不是借口嘛。制片团队赚钱能跟大是大非比吗？我懂，你们觉得即使没有几间公司扛得住影集拍一拍大失败的亏损，也不能给劣迹艺人任何机会，所以隔壁国家才有一系列的政策嘛。电影拍完因为某人出事，整部不能出品；节目拍完因为某人出事，全部重剪，有的还要全身上马赛克。你如果想要这样的世界，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做对世界更好，我100%尊重，我也完全 OK。电视上有很多我觉得很糟糕的艺人在活跃嘛，所以你认为让娱乐圈的劣迹艺人完全消失势在必行，我很建议你去推动相关的规定。那我也来帮你想一下办法，好比如说因为劣迹艺人条款导致作品无法出品，这样的亏损该由谁买单？配套要有嘛，毕竟如果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拍了，那团队也很倒霉啊，这是很多人饭碗的问题。劣迹艺人能买单这些亏损吗？这种大型制作的开销，单位是算亿的，大家知道吗？艺人赔不起，欠了几亿，欠了几千万，公司倒闭，家破人亡，这样怎么行？所以我们要为了我们想要的世界，全民买单这笔费用吗？这样很多人又说不行了，但我相信道德完人不会畏惧这件事，你们一定有办法解决，对吧？不可能真的都不管制作方权益吧？这样好像就有点道德瑕疵了。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就是回归市场机制，因为任何原因用任何公权力的手段去限制创作出品的自由，这都不是我想要的世界。所以我才说我理解也尊重市场抵制的行为，但我的立场也很清楚，我认为制作团队已经尽力调整，过多的臆测批判实在大可不必。也许是因为与恶的题材故事毕竟还是在探讨受害者、加害者、家属等等的关系，会衍生一定的联想，我是可以想象的。我不是要说服大家不要抵制与恶，你当然还是能因为孟耿如选择不看，也当然能因为孟耿如所以叫大家不要看。但如果你认为制作团队不完全删除画面是在帮孟耿如洗白，制作团队罪大恶极，
那我只能说，你的道德跟智慧都在我之上。我是有道德瑕疵的笨蛋，我自叹不如。我只好在这边帮你呼吁，我们与恶的距离2今年6月已经上架了，在 Amazon、公视+、Catch Play、爱奇艺国际版等串流平台都有，请大家不要去看。好啦，不阴阳怪气啊。总之，我觉得有些批评已经有点得理不饶人了啦，所以才拍这支影片。我理解抵制的理由，但有些人的说法显然不在点上，而是过分上纲了。稍微岔题一下，现在很多电视节目请漂亮的女来宾讲一些黄色笑话，污化女性的言论，甚至做一些性暗示的互动，像是喜爱玉之类的。在我的标准来看，这些节目都糟糕太多了。我相信一定有对这类型节目批判的声音，但那个声音的大小跟力道，跟早早结束拍摄，准备发行，才发现其中主演的家属犯下滔天大罪，设法补救的影集团队比起来，实在少太多太多了。这也是有点为娱乐团队抱不平的原因吧。最后抛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你不认同我的说法，你是要在留言区批评指教，还是默默按下不要推荐此频道呢？